上回说到，兔井囚犯采石场中，路飞和奎因陷入对峙，大妈及时赶来救场，不仅直接摧毁了兔井的3道大门，还将奎因一招放倒，摁在地上一顿摩擦。兔井囚犯采石场失手，可怜的奎因刚变身成为恐龙，本以为会来个霸气开场，结果被大妈一招秒杀，按在地上动弹不得，就像是一个被人掐住后颈肉的小猫咪。乔巴在嘈杂的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路飞，但他害怕引起大妈和敌人的注意，不敢大声喧哗，只能悄悄地呼唤路飞。但路飞的注意力全在大妈的身上，丝毫没有注意到乔巴。采石场的看守们大声呼唤奎因，奎因的尾巴甩动一下，慢慢悠悠地站起身，看样子还是有点不服，说谁被秒杀，说谁被摁在地上摩擦，老子还不至于被这种程度的攻击干掉。奎因嚎叫一声，跳上空中，一招从天而降的脚法踩了下来。根据科学资料记录，一条成年腕龙的体重大约在30吨左右，腕龙形态的奎因加上从空中坠落的重力加速度，这一下子砸下来宛如从天而降的陨石，就算是擎天柱估计也要被当场砸碎。奎因用自己粗壮的前肢对着大妈的脑袋狠狠踏下来，谁要把红豆年糕汤分给你，干掉你，我就是4皇了。凯多的手下们除了扛揍，都带着一股迷之自信，从那几个和路飞交手过的真打身上就能看出来，嘴炮耍的贼溜，结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大妈躲也不躲，论起扛揍，没有能赢得了我钢铁气球。大妈托起2只手，直接将几十吨力量压下来的奎因硬生生给扛住，将他给举了起来。红豆年糕汤，大妈瞪红了眼，将奎因狠狠摔在地上。奎因惨叫一声，暂时是爬不起来了。大妈还不解恨，抱住奎因的长脖子，把奎因整个抡了起来。奎因这个吨位加上大妈的力量，把囚犯采石场砸了个稀巴烂。吃瓜群众路飞和冰五郎在一边都看傻了。好在路飞现在有了可以预知未来的见闻色霸气，预感吃瓜群众可能会波及到，压着冰五郎的脑袋一起俯下身子。下一秒，大妈就把奎因扔向了路飞的方向。奎因从路飞头顶飞过，摔在了墙上，整个兔井一顿晃动，墙都被砸裂了。果然，你大妈还是你大妈，再这样下去，估计兔井就被大妈直接给摧毁了。而此时大妈还没用果实能力，也没有启动拿破仑和普罗米修斯，单靠平 A 就差点手撕了奎因。这样一通打砸之后，基德和基拉神奇的从水缸里被砸了出来，二人咳了一口水，毛事没有。奎因从墙壁上摔落在地上，变回了人形。属下们围过去呼唤奎因，奎因一点反应没有，看来应该是晕过去了。悬赏金13亿的大佬被大妈2招击垮，大家终于见识到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大妈像个没事人一样，扬起鼻子四下寻找红豆年糕汤。冰五郎惊呼，居然3两下就干掉了大看板奎因，简直不是一个次元的人。这13亿悬赏金除了体格大就是憨，简直水的一批。看守长大象哥命令手下赶快通知凯托。这时大家惊讶地发现，那间打不开的牢房被大妈这么一闹，牢笼被砸开了，里面关押的那名神秘高手马上就要现世了，那就是公认的赤脚九侠第2强的河童何松。谢子京向看守长大象哥请示，能不能给大妈来一炮。大象哥气死了，你想死还是你想让我死？闲的没事你招惹他干嘛？凯多老大怎么回复的？手下报告说，通信田螺完全失灵了，无法及时联络凯多老大。兔井的干部塔通讯室，一个小喽啰准备通过大型的通讯大螺联络鬼之岛，突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大堆黏糊糊的泥巴，将这个通讯小喽啰吞了进去，顺便将通讯室的电话虫一并吃掉。不用说，这个泥巴当然就是卡里布的手段，这个猥琐的家伙关键时刻也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呢。卡里布是海外的海贼，见识和头脑都比本国的武士都要高一些，他与雷藏联手，给雷藏出谋划策，密谋突袭了通讯室。只要切断了敌人的通讯，兔井就是瓮中之鳖了。经过观察，卡里布发现合着国用的智能田螺不同于海外的电话虫，虽然小巧，但是信号太弱。为了弥补这一缺点，智能田螺的信号会先发送到各箱的带头大螺那里，然后再由带头大螺将信号传给收信的智能田螺。因此，卡里布和雷藏商议的作战计划就是由他吃掉兔井干部塔里的带头大螺，这样兔井里的信号就无法传到其他的箱，任由雷藏怎么搞事情都不会有人来增援。雷藏只会内行，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兔井里为所欲为，四处搜刮钥匙了。大妈用她那专门寻找食物的狗鼻子到处乱闻，终于在一片废墟中闻到了红豆年糕汤的味道。她翻出了一个大桶，高兴的差一点跳起舞来，真的找到红豆年糕汤了，而且还有这么多。鼠来悄悄地告诉看守长大象哥，那桶红豆年糕汤是空的。大象哥听完脸都绿了，空的？如果这个桶是空的，那咱们也得玩完。大象哥大叫一声，所有人紧急避难，立刻抛弃兔井。不可预料的灾难马上就要来了，什么也不要管，只管逃命。大妈满心欢喜地打开桶盖子，往里面一瞧，心中所有的欢喜瞬间破灭，整个人都石化了。众看守们一边玩命地跑，一边大喊，是哪个挨千刀的把红豆年糕汤都吃光了。
路飞看着石化大妈，笑呵呵地说：“红豆年糕汤谁不爱呢？我也好想再吃一次啊！美味不可挡，真的好吃！我为红豆年糕汤代言。”大妈恢复神智，慢慢抬起头，睁着血红的眼睛看向路飞：“你这小子是不是有点毛病？为什么我每次想吃什么都被你小子从中截胡？”路飞还很疑惑：“为什么大家都看我？今天我有点帅吗？”冰火狼凑过去悄悄地说：“你刚刚自己承认喝光了红豆汤，没问题吗？”路飞惊了，我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大妈可没时间和他开玩笑，直接将铁桶扔了过来。路飞反应迅速，一拳头将铁桶击飞，紧跟着大妈的拳头也到了。路飞抱着冰五郎，为躲避大妈跳出了擂台，结果脖子上的项圈发出了报警声，吓得路飞和冰五郎赶紧退回擂台上。好险，差一点脑袋就没了。可是以大妈这个吨位，她只要站上擂台，基本上就没有别人站的地方了，这可真是头疼啊！大妈一步步走向路飞和冰五郎，而一退到擂台边缘，脖子上的项圈就会报警，再往外退一步就立地成佛了。大妈哀嚎着吼道：“本来是想把红豆年糕汤带回那个贫穷的村子里和大家一起吃的，我想让大家都尝尝那个美味的红豆年糕汤。”乔巴在一边看愣了，本以为对食物特别执着大妈会爆发丝食症，没想到大妈非但没有丝食症暴走，反而是因为这样温柔的理由才大发雷霆的。这个家伙千里迢迢的赶到这里，原来就是为了给简乐村的那些人报恩。不，这不是我们认识的大妈。大妈又一拳头砸下来，路飞和冰五郎直接跳出了擂台，脖子上的项圈发出报警声，声音越来越急促。路飞一把抓住冰五郎的项圈，用力去扯，怎么可能死在这种地方？命悬一刻之时，路飞体内的霸气流动起来，汇聚在双手。路飞爆发出了冰五郎交给他的流鹰，一瞬间就扯断了冰五郎和自己脖子上的项圈，丢了出去。项圈刚被丢出去，就在空中爆炸，两人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冰五郎一愣，随即就明白了事情原委。看来路飞只有在危急时刻才能使出绝招。后面是来势汹汹的大妈，路飞跳起来就要跑路，冰五郎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路飞先生，趁着刚刚那个感觉没有消失，再来保护我一次吧。路飞回过头，明白老爷子的良苦用心，他是在用命换了自己秀秀流云的机会。大妈举起了巨大拳头，路飞跳过去挡在老爷子身后。如果我失手了，你就要死。老爷子微微一笑，我知道，我一定能做到雷利那时候用出来的招式。2年多以前，在香波地群岛，雷利就是用这一招，在一瞬间拆下了凯米脖子上的项圈，危急时刻救了凯米一命。路飞正在一步步地赶超自己的师傅，此时路飞张开双臂，流动起来的霸气汇聚在手掌心，不要用蛮力，而是让霸气流动起来，将对方的攻击弹开。来吧，四皇，去你妹的！大妈一巴掌拍下来，将路飞和冰五郎像拍苍蝇一样拍了出去，二人齐刷刷的被锤进了墙壁里。是你小子飘了，还是我提不动刀了？说你是武皇，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果然，你大妈还是你大妈，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路飞挣扎着从墙壁里脱身出来，看到旁边的老爷子和自己一样的下场，人都吓傻了，赶紧把老爷子也拖了出来。老爷子，你没死吧？冰五郎头上鼓出一个大包，喘着粗气，还好老子会流鹰，要不然就真的成佛了。果然不可相信这个年轻人。路飞将冰五郎抱在怀里，冰五郎呼吸急促，发生困难，眼看就要不行了。弥留之际，冰五郎将最后的秘密传授给了路飞。所谓的霸气是大范围缠绕在身体外部的力量，这种力量像看不见的盔甲一样，可以防御，也可以进行攻击，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如果将这种力量提升一个层次，那就是让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霸气到达敌人的内部，从内部进行破坏，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刚刚路飞掰开项圈的那一招，就是将霸气注入到了项圈的内部，从内部把项圈毁坏掉。老爷子哽咽着说：“你已经学会了，只不过还是无意识发动的，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我死了。”冰五郎说完，手臂耷了下去，已经没了力气。路飞抱着冰五郎的身体，大声呼唤，但冰五郎已经一动不动。花之都的传奇大侠冰五郎就要这么挂了。旁边的看守长大象哥笑得那叫一个得意，仿佛自己的杀父仇人死了一样。这时，大妈踩着笨拙的步伐走过来，巨人一样的影子遮住了路飞和冰五郎。居然敢喝光我的红豆年糕汤！大妈的拳头再次打下来，路飞丢下冰五郎就跑，冰五郎自己跳起来也跟着开溜。路飞回过头，惊奇地喊道：“老爷子，你不是死了吗？”冰五郎大吼：“我装的！你还真把我自己给丢下了！祝你五运昌隆，再见！”大仙哥的脸立刻沉了下来，这老头还挺耐活，还没死成。大妈随手掏起一根铁棍子，追着路飞一顿乱砸。路飞惨叫着四处逃窜。囚犯采石场旁边就是囚犯炼铁厂，犯人们都在老老实实的干活。突然门外一阵大地震，接着轰隆一声，炼铁厂的大门被人砸了个稀巴烂。路飞和大妈相继跑了进来，大妈提着铁棍一通乱砸乱打，炼铁厂的熔炉都被锤爆炸了，现场一片狼藉，犯人们躺了一地。偷情的看守长大象哥简直欲哭无泪，连奎因都奈何不了的大妈，他们这些小老弟怎么可能敌得过？这时晕倒的奎因爬了起来，走过去拍了拍大象哥的肩膀：“慌个屁，老子还没死呢！”
我有个作战计划，机会只有一次，你们给我听好了。所有的小弟如临大敌，认真的点点头。图井是一个环形的监狱，大魔之草帽路飞一直跑就会重新回到奎因他们所在的地点。奎因让小弟们布下陷阱，由自己亲自阻止这个疯婆子。小弟们答应一声，各自散开去准备。他们找了一个新的铁桶，伪装成装满了红的年糕汤的样子，放在指定的地点。大妈追着路飞跑了一圈，回到这里，看到这个铁桶果然上当，丢在手里的铁棍冲着铁桶奔了过去。而在铁桶正上方的墙壁顶端，变成万龙形态的奎因早已等候多时。大妈走到铁桶前，掀开盖子，发现里面又是空的，气得将铁桶一巴掌打翻。奎因看准机会，直接从墙壁顶端跳下来，用自己厚厚的脑袋砸向大妈。万龙炸弹，如此强大的冲击，居然没把奎因的脖子给扭折了，也真是厉害。巨大的力量将大妈脚下的大地都震裂了。奎因这一招直接击中大妈的脑袋，仿佛触碰到了大妈身上某个奇妙的开关一样，一键恢复了大妈的四皇模式。霎时间，佩罗斯佩罗、大福、普罗米修斯、蛋糕岛，所有的记忆涌入大妈的脑子，大妈的记忆恢复了。奎因抱着极大的期待看向大妈，因为大妈怎么样也受不住这一招吧。大妈的身体摇摇晃晃，就在她要倒地的时候，一脚踏在地面上，稳住了身躯。接着她一声暴喝：“我没打！”